SFT 监督学习，简单来说就是有正确答案的训练。RL 强化学习呢，它是没有正确答案的训练，只能让模型生成多个结果之后，看哪一个结果比较好。DeepSeek 的研究团队呢，觉得这两个主流的猜测都是错的，觉得都不可用。他们觉得过程监督奖励模型 PRM 有3大问题。第一个是明确定义出一个细颗粒的步骤是很难的，它不是所有事情都像解数学题一样，你真的能分成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第二个呢，是我判断模型在当前这个步骤是否是最正确的步骤，这也是很难的。你要有上帝视角，你才能判断。我们要判断这个，要么是让人工来，那么它很不利于规模的扩大，数据量就肯定上不去；要么是我搞个模型来判断，那模型来判断这个能不能判断对，结果经常是令人不满意的。第三个呢，问题是一旦引入了像这样的新的奖励机制，必定就会导致 reward hiking， 也就是奖励作弊。模型会利用奖励设计的缺陷，采取一些非预期的行为来获得这个高奖励。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模型的能力并没有提升，只是你的奖励机制设计有缺陷。那一旦发生这个现象，你就要重新开始训练，这会带来巨大的训练开销。对于蒙特卡洛数搜索 DeepSeek 的团队也觉得有2大问题。首先，文本生成它和规则明确的围棋这项不一样，它的答案可能性太多了。如果要做判断，把众多可能性都做便利，然后选出最优解，数据量太大了，根本不可能生成这么多答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际在应用中必定是限制蒙特卡洛数搜索每一个节点的数量。比如说我做到第1步了，第2步可能有10万种可能性的步骤，我限制它最多只有100种，那我就从10万种拿100种出来。2步完成之后，到第3步我又只拿100步，这个时候它有可能找到的只是局部的最优，而不是全局的一个最优解。第二个缺陷呢，是在当前步骤我就要判断出来当前步骤对后续的所有价值，而这样的判断的价值模型本身也很难训练出来，判断的价值模型又直接影响到整个最终结果的好坏。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野生君要告诉你，这些理由听听就好，仅供参考。每个研究团队和选择研究方向都有他自己决策的依据和理由，每一个技术方案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最终 DeepSeek 选择的这个技术方向目前来看确实是对的，但这不代表他决策理由一定是对的。这就很像那种买彩票啊，有人通过阴阳五行八卦算出了一个号码，最终中了5个亿，中奖了。这个不能说明他决策选择号码的这个过程是正确的，很有可能只是运气。刚刚说的这些方案的缺点，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其他的方案也有很多问题，包括 DeepSeek 目前选择的这个技术方案也有它的短板和缺点。如果有那种一看就完美无缺的方案，各个研究团队早就用了。事实上 K-mean K1.5 就选择了和 DeepSeek R1 不一样的实现方法，当然2个团队都没有选择这个主流的 PRM 和 MCTS 的方案。这些理由仅供参考，不要把这些理由当成真理。DeepSeek 的团队呢，首先是训练了 R1Zero， 它是以去年12月发布的 DeepSeek V3 为基础，完全不做监督学习，也就是不使用任何人工标注正确答案的数据集，只做 RL 强化训练。可能有小伙伴不太理解 RL 强化训练和 SFT 监督训练这2种的区别。SFT 监督学习简单来说就是有正确答案的训练，我们调整模型参数的时候是往正确答案逐步去靠拢。比如说 UP 主讲的真好这一句话，送给模型 UP 主讲的真这前面的这个部分，要求模型一定要在接下来的下一个字接出好这个字，因为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好，不断的调整它的参数，那模型生成的结果往这个正确答案的方向靠拢。RL 强化学习呢，它是没有正确答案的训练，只能让模型生成多个结果之后，我们去看哪一个结果比较好，然后将模型往这个好的结果进行靠拢。
常用的事情，比如说在写诗、写歌，我让模型写了2首诗，只有它生成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写的第1首诗比第2首要好。我们告诉模型往这个写的更好的第1首进行靠拢。你听这个过程描述就知道，其中会有很多难题啊，比如说怎么来判断哪个答案更好，如何保证调整后的模型和初始模型变化不大，不然它调整后有可能最开始学到的怎么和人类沟通这样的技巧都已经丢失了。这2种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它们本身用的计算公式、数学建模都是不一样的。后面会单独拎出 RL 强化学习来详细讲一下它是怎么运算得到参数的，这里不做详细的阐述，因为 R1 这一份报告它本身的重点也不在这。DeepSeek 本身在强化学习上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创新， R1 这份报告重点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部分内容就先介绍到这，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的技术细节，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